而对于中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在年度大型记者会活动中再次进行阐述。深圳卫视注意到，记者会上有一个小插曲，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点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普京主动打断他，要求将第一个问题的提问权交给新华社记者。Вы знаете, я видел вот New York Times.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ет, давайте мы сначала дадим Синьхуа, а потом New York Times. Да. 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同中国的合作水平达到空前高度，两国关系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保障。虽在军事、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但不结成联盟，有意不针对第三国。Дружба не направлена против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она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пользу нам самим. И будем совместно, вовремя и эффективн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Сомнений в этом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и у кого. 此外，中俄军事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14号，中国空军公布中俄两军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现场画面。当天，双方在日本海、东海相关空域组织实施第7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俄两国自2019年首次在东北亚地区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后，在2020年、2021年各进行了1次。2022年5月和11月分别进行了第4次和第5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2023年6月进行了第6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于12月19号至20号来华举行中俄总理第28次定期会晤。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发布的消息，米舒斯京已经抵达北京。18号晚间，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乘飞机抵达北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以及俄罗斯驻华大使穆尔古洛夫在机场迎接。19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28次定期会晤。李强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以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传承发扬中俄世代友好，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给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米舒斯京表示，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俄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加强经贸、能源、投资等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密切多边沟通协调，把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两国总理充分肯定双方各委员会1年来高效务实的工作。李强与米舒斯京共同宣布，2022-2023年中俄体育交流年圆满闭幕，双方将办好2024-2025年中俄文化年。会晤后，两国总理签署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并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今年的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却有着不同的背景。那一方面，在今年提前的实现了中俄两国双边贸易额2000亿的这样的一个大关。那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也在持续的增长，各领域的合作也在稳步的推进。那另一方面，在全球不稳定、不确定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可以展现出中俄两国在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在经济领域合作上的独立自主，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制约。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是推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和统筹协调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机制。自1996年成立以来，每年举行。这次米舒斯京访华是中俄总理今年内第3次会面。就在米舒斯京此次来访前，俄罗斯驻华大使伊尔戈·莫尔古洛夫还接受了《环球时报》的专访。莫尔古洛夫强调，俄中关系是21世纪大国间合作的典范。一些不怀好意者会蓄意炒作俄中关系，炮制俄中合作威胁论，进而开展黑公关。但任何理智的人都会意识到，俄中两国的紧密联系对于全球和地区稳定极为重要。两国元首多次强调，俄中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俄中的合作形势能使两国更灵活、更高效地应对各类挑战。
米舒斯京此访聚焦中俄经济合作，包括审议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的执行情况。这一联合声明于今年3月由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包括电子商务及其他创新合作模式、物流体系、金融合作、能源合作等8个经济合作重点方向。此外，根据俄方统计数字，今年1月至10月，双边贸易额突破1960亿美元，同比增长27.7%。外界认为，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两国元首设定的2000亿美元的基础目标已成定局。从中俄两国近年来的所处的这样的一个高水平合作的方式来看，两国在经济结构、在资源禀赋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也有着非常大的优势。那未来在中俄两国新的发展格局下，必将会迎来后1000亿的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汽车企业填补了美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后造成的市场空白。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品牌汽车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从18%迅速攀升到42%，俄罗斯成为中国汽车的第一大海外市场。报告指出，这得益于中国车企在两国不断深化的合作中提前布局。例如，长城汽车2019年就启用位于俄罗斯的图拉工厂，这也是中国车企在海外首个涵盖冲压、焊接、涂装、总装4大生产工艺的整车制造厂，总投资5亿美元，产能15万辆。而奇瑞则采取俄罗斯本地车企 UAZ 汽车厂联合制造的代工模式。除此之外，能源领域也是中俄经济合作的一大重点。中国国家能源局官网显示，中俄大型能源合作项目众多，包括中俄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2线、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田湾核电站、徐大堡核电站等。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透露，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对深化中俄两国能源合作至关重要，双方目前正就该项目开展商谈。西伯利亚力量2号输气管道项目的设计工作早在2020年启动，该天然气管道名为东方联盟的支线穿越蒙古，因此被称为中蒙俄天然气管道。管道总长度约为6700公里，年输送能力可达500亿立方米，相当于中国2022年全年用气量的1/7。